不会啊，有些人喜欢被骂，不一定。对啊，确实台湾那么多 N，这个哇，他代表所有台湾人发言的，我吓到，我是不敢说是那么多 N。以上指称都是以上言论都是指称说的，关我什么事？Hello， 欢迎收听只是偏白目，我是子晨，我是白白。OK， 没有错，今天我们有一个大来宾，我算大来宾吗？是啦，怎么会这样子说自己是小来宾？没有，我只是地方人物而已，小小的地方人物而已。毕竟你最近也是吵得沸沸扬扬。闭嘴！就是也是上了各大的节目，有一点新闻，上了各大的新闻，对，没错没错，就是脸书滑一滑，脸书好老，就脸书滑一滑都可以看到。你们不是还有特别做一个会员影片是讲这件事情？对，可是我们其实不是要真的要讨论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对我们而言其实没差，完全没差，因为我们已经被骂多了嘛。哦，真的吗？毕竟对我们正狂被骂，所以根本没差。只是我没有想到说。分手可以分到上新闻，这也是人生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吧。毕竟你们交往的时候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有吗？有啊，我觉得也是让很多新闻转载你们的影片，完全没有。等一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来宾。这个来宾的话，他是那个三人日常的吴君，大家好。对，没错，反正就是最近呢，有一些新闻可以闹得沸沸扬扬。对，就是他们从3人变2个人了。对，就长话短说，就是分手嘛。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那个是很值得报上新闻。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身边一定很多新闻媒体朋友，然后我们自己把丢给新闻媒体，然后让他们去报。可是其实完全没有，就是他们就觉得你在炒新闻。对，就觉得说这3个人又出来给我炒新闻。可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完全也没有想要炒新闻，然后要分开也没有想要炒新闻。你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也没有让任何新闻媒体去授权吧？都是他们自己去做这个新闻。可是因为他们是放在 YouTube 上吧？我们是放在 YouTube 上，他们会转到脸书。对，我记得有一次，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说没差，所以第一部影片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哦，你们要转载，他说可不可以转载？我们说可以啊，就让他转载。可是到脸书上就爆掉，就一堆下面留言狂骂，因为脸书毕竟那个年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所以那个保守程度也会偏高。就很容易被骂，毕竟3年前嘛，3年，你是说3年前我们已经改变很多现状，是不是？对啊，你们是3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开始3人日常这频道，对，没错，也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关系的开始吗？对，差不多是那时候开始。哦，你们一开始就创频道了？也没有大概在一起大概2-3个月开始想说来拍长影片，可是有时候就是想说随手记录短影片。前面2-3个月。那毕竟三年前以台湾社会来讲，3人毕竟还不是主流哦，不能说，因为他现在不是主流，对啊，现在不是主流。但就是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加上脸书上的确他的那个岁数也是偏高哦，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可以你们的角度，你们觉得有比较多人理解这件事情了吗？以现在来讲，我觉得有我觉得有，但我觉得其实开始应该是你们造成大家慢慢试图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劳苦功高好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开玩笑，因为有蛮多现在有一些3人情侣也是因为你们，然后才开始比较敢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也是跟他另一半交往蛮久的，然后后面呢，他另一半就是好像喜欢上另外一个男生，对，所以他们就沟通了之后就决定好像要开始3人行，但是后面我那个朋友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对啊，你们当初是怎么开始这件事情的？长话短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在探索阶段，可是后来发觉说，好像我们2个对他都有点爱意，所以就爱上他。可是刚开始其实有很多，我们前面其实讲过很多次，就是有很多摩擦或一些自己心里要调试的部分。然后我们都有拍成影片讲，所以有些人看到的很多东西是这个头，他们这样开始，然后他们这样结束。可是其实我们中间讲了超级多关于3人沟通，然后怎么去相处的一些事情。代表说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代价吗？对啊，或者是努力啊，也是很累，就是一直在沟通。就是毕竟你从平常只要敷衍1个人，变成要敷衍2个人，是这样子下结论的。原来你的爱情观就是敷衍对方吗？没错。因为我看你们去年发布的影片吧，就是也是在某一部 Q&A 里面，就是有讲到你那个时候有说，就是从2个人变成3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变成说在沟通方面变成是他对他
然后可能他对他，然后你要再跟他，对，所以你们3个人要分开去讲。但你刚刚讲那一段 podcast 是听得懂在说什么的吗？就是要2个双向。对，就是你们通常不会3个人一起讨论一件事情，就也会有，但是就是会变成说会私底下还是1对1，又会回到1对1的方式。应该说议题上的不一样，一定是人跟人之间有一个，比如说我跟你有些东西想法上是很接近的嘛，那很接近的部分的话，那一定就是我们在这个立场上就不太需要做太多沟通。可是有些东西就是我们立场是不接近的时候，那就需要做沟通。然后尤其是3个人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彼此认同。你们就有3个想法。对，就是价值观不一样了，对啊，这也是分手原因啊，就是有些价值观不一样嘛。因为就是雨辰他就是有说是因为达不到共识。对对对，因为有些东西就是磨合不了。哦，那应该也是从刚开始交往没多久就发现的问题吧。然后就一直延伸到现在。对，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想解决，可是很难去解决。例如可能性生活啊，细讲的确是性，然后跟人际交往方面。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需要很高度自由度跟空间啊，对对。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可以给高度自由度，可是有些的高度跟自由度是我可能达不到，那我就会觉得心累，就是有点太自由了。不一定啊，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追求的方式不一样。我就是要挖到最里面，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对啊，这的确是价值观不一样。价值观啊，就是有时候跟人生规划不一样啊。对，也有可能。对对对，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想要追求的事情不一样而已。好，恭喜你们分手。什么意思？不能这样子下结论吧？等一下，不然嘞，毕竟这也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了，不是吗？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就是因为你跟我讲。就是吴军要来之后，我后面就是有跟几个朋友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最近分手。我想说，怎么都知道？然后我后面开始滑脸书之后，哦，就真的分手了。你滑脸书哦？你怎样啊？为什么是在脸书上面？不能滑，不是其他地方？因为脸书就是很多新闻呐，所以你脸书被推播到他们3个人分手？有啊有啊。然后你们有授权吗？我没有授权啊，我们完全都没授权。可是他们比较类似看完影片，因为影片就公开了嘛，所以他就是截里面内容。对，他其实就是在截里面的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记者自己的心得，跟就是他们再讲一次这件事情，但是用记者自己的角度去讲。对，可是他不能转载影片。对，转载的话就会有侵权的问题。对，转载要授权。那你们觉得他们讲出来的报道对你们有什么反应吗？完全没有因为你们就好像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会影响到你们的事情。应该说我们3个的个性，通常都不太会受到其他人影响，而是我们自己内部就是比较我们自己的心态会去调试。讲难听一点，就是不太在意别人眼光，不然的话根本也不可能3个人公开在一起。对啊，不然会一直被攻击，就觉得蛮烦。可是有些人的个性是非常会在意别人给你的看法跟想法，那我觉得他就很不适合3个人交往。因为他一定会受到攻击。对，就是会有人说，gay 就是那么乱啊之类的。对对对，一定会有这种声音啦。这基本，这完全是基本。就是什么3个在一起是想要怎样子？就交往啊，不然想这样。那你们之前，因为我记得你是跟宙学先交往蛮多年的，对，之后才开始有大概2年吧，2年多，然后才雨辰才加入，所以雨辰加入的时间比我跟宙学刚开始交往时间长。你们跟雨辰怎么认识的？宙学的朋友，然后2个人都爱上，就有一点爱意这样。对，那也是蛮有趣的。可是这个其实很难去判别说，谁对谁什么有爱意什么，因为很多人讲说啊，他可能就是放不下他，所以他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成全他，然后被迫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是被迫在一起，可是依我们3个的个性来说，应该说我们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自己真的勉强不来，我们就不会去勉强。就像我们分手一样，我们也是会很公开的想要跟大家讲说，对，我们就是分开，就干嘛勉强？这是感情的事情，就是勉强不来啊。没错，对啊，因为像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像你说的，他就是想要勉强自己接受他们2个，但可能真的看到一些什么行为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还是没办法，难免，因为毕竟3个人要平衡，有时候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以去磨合嘛。但可能他自己还没有到磨合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就接受不了了，所以他后面也是常常在觉得他在折磨他自己。那我觉得就不要勉强。没错，就是应该就是先听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对啊，不然你根本自己也没办法接受，然后你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人，所以你想要就是想要勉强接受这段感情，也是那自己也会活得很累。蛮受伤的。对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就像雨辰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可能就选择离开。那就代表他也是一种不会勉强他自己的个性，毕竟他们也试着可能努力改变一些什么过。
的确是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不是要推广3人有多好，而是他会面临到很多现实的问题，然后这些现实问题跟一般的情侣其实一样，只是有时候你需要沟通的对象是2位，所以更复杂。可是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到所有价值观的问题，你就算你进入婚姻有婚姻观的问题，你有生小孩有关教育观的问题等等，这个都一定会遇到的啊。所以我们只是刚好这一题就是大家可能共识不一样。可是我们还是朋友啊。对，我觉得这点非常厉害，就是他们还是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嘞，因为就是还是喜欢没有，还是喜欢他这个人啊，又不会因为这样讨厌这个人。我刚刚的然后嘞，不是。我然后嘞是在跟子晨说的，因为你刚刚提过的问题会变成，我刚刚有一些纠结，是你刚刚提的问题，他们有在他们的影片讲，比如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有有吧？有啊，讲过，而且还蛮详细的讲。对，然后还有那个，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宙学带你认识雨辰嘛，对，然后后来变成是他跟雨辰靠比较近，也没有说靠比较近，我们就只是接触频率比较高。因为可是我们接触的时候，宙学也会在场啊，不会因为说我就私底下去跟他狂接触。但后来不是他就是觉得就是有点太接近，是不是？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有一集，然后是2个小时，就是在讲我们从头到尾认识，然后交往的过程。可是还没有补上分手，所以你如果要再加分手，可能要再加30分钟的时间。对，还有那就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大家看完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点心得。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先换去那个3人日常的 YouTube 频道哦，谢谢。大家先去看一下，好，大家谢谢，拜拜。但你们像你们自己，因为开了这个3人日常频道，你们这频道应该也开，就是也可能快3年了，或者是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那你们这个频道开那么久，那现在你们决定中断了，就是3人的这个关系之后啊，那你们这个 YouTube 频道会有什么改变吗？频道最大的变化一定就是变成2人日常，2人。可是变2人，我们当时也讨论很多，要不要改名，然后要不要改变一些内容形式一定要改嘛。当然现在一定是以我跟宙学为准。那雨辰会不会出现？其实他应该出现频率也不会太低啊。因为毕竟关系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下礼拜就要去见他，然后我还要帮他宣传陶艺的事情，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对，也是会看到。因为我看你们就是提留分手的那个影片之后，你们其实还有在一起出去玩，就跟你的有啊，可是就是话不投机，没有啦。没有，应该说大家都在消化。可是上礼拜我们就是一起过母亲节，就也是还 OK 啊，对啊。你自己要把它想成是，它不太像是情人，而是朋友的心态去相处。我觉得就是关系上的改变，跟相处模式上的改变。可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对他变太多的方式，所以该贴还是会贴。该抱抱还是会抱抱，该亲还是会亲。这个我们私底下再讲，有可能，可是我自己不会在画面上这样子呈现，就私底下啦。对啊，那你最近，因为我看到你私底下也有跟我说，你就是有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嘛？那你对，那你那个 YouTube 频道就是开的意义是什么？对，就是你想做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我发觉像3人的频道，我们开3人频道，它其实很重的比例会在关于我们自己爱情上面的讨论，跟内容。可是有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3个人全部一直绑定在一起，因为其实3个人绑定在一起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累的。因为我们上片频率其实很高，我们上片频率大概1个月有6支长片。所以大家能想象是我们3个人可能相处的时间是我们会播1周可能播2到3天相处，可是那2到3天我们必须想办法生出那些影片，所以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好好相处，就会被工作一直逼着跑。没有想过要把频道关掉，就想说啊，那就干脆好3个人好好生活，然后就不要把它成为一个工作。也有想过可是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经营社群这件事因为我蛮喜欢跟网友们互动，就毕竟还是想红嘛。一定要啊，没有了被看见这样。其实我小时候一直很想红，可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发觉可能最红就这样而已。可是你们的频道好像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对，其实我们在国外比较，我们频道在台湾大概观众可能10%以下，甚至更少。那你们甚至5%，主流很多地方就是全世界各地。我甚至还有遇到乌克兰，然后南非，然后很多非洲国家的人都有。是艾戴尔了。艾戴尔，今天是国际巨星，好国际哦，国际越在地越国际。对啊，怎么那么 international？ 因为他们的频道还会上英文字幕啊，真的。然后就特地去找你朋友去翻译这样。没有，以前是雨辰翻，可是现在都 AI 翻了。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的 TA 都在国外。对啊，就是往下滑就会很多都是国外的朋友。因为我们从第一支影片开始，我们就
设想说到底是要不要上英文字幕，然后我们从第一支影片到现在全部都有英文字幕，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关系，所以触及到比较多外国群众。而且我觉得应该另一方面应该是说外国本身也比较开放。对，的确我想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又怕讲了会被公干。其实不一定因为有些地方其实看的观众很多保守的地方。对，因为如果是像什么传统的一些地区啊，新加坡的朋友我很抱歉，但的确，因为我刚好昨天出去喝酒的时候，就是有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是新加坡人，然后就有聊到说，他们国家其实本身也是蛮传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在开放上还是算是蛮开放，就是有一些比较在脸书的 TA 会有一些叽里呱啦的言论，只是我比较想问的是说，这些言论你自己看到之后，你除了就因为你刚刚有说你很不在乎别人的，就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你都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其实偶尔会觉得讲了会有点不爽，可是比如说3个里面最帅那个走了，这什么意思啊？OK， 这个很攻击，没有开玩笑，其实也不会啦，其实不会，真的吗？对，其实我自己个人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不要说擅长，而是说自己有优势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3个根本不会在一起啊。就像有些人可能个性上很好，有些人是可能很会照顾人，有些人可能是很善良，有些人是外表特别出众，这都是有可能是有优点嘛。可是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只看外表的话，那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很危险。那你的优点是什么？我的优点，我觉得我蛮会照顾人的啊。会喂他吃药，如果他生病的话，我还会哄他睡觉，这么好。你想被哄是不是？没有啦，很幸福。应该可能会比较会察言观色跟照顾人吧。就是会比较懂观察别人这件事情。那你们的优点是？我的优点吗？很会喝酒，很会挡酒。真的假的？很会喝吗？就一点点会喝。昨天还在喝啊，刚刚才自己讲出来。我昨天也在喝，今天喝到早上7点，好累。他早上7点跟我说：“子成，你可以就是要来的时候打电话叫我起床吗？”叫我起床一下。为什么都是酒精呢？我们在节目上也很常聊酒精。我所谓节目是我们的那个 podcast， 没错，屁然无尾熊。我好像没有什么听到酒精，就是我们会因为朋友们太喜欢喝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局没有推给朋友。对，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比较常见面的，有时候局是在酒局上对，但喝酒很放松啊，很棒很棒。现在要减量，我们这边不推广喝酒，但是像你们有一部影片是那个，就是你们开始与结束这部影片，大概30分钟吧。对，这部影片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们本身就已经分手了嘛。对啊。那你们从就是沟通好决定要分手到拍这部影片，大概花了多少时间？1周。才1周吗？分手完之后就说好，那我们下一周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拍一下这样。又是工作，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是要交代。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还有尤其是奏学很坚持，就是他其实我们很在意说到底有没有给大家一个好好交代，因为毕竟大家也是看我们出来，然后支持我们，然后最后如果你没有好好大家跟做一个 ending 的话，我觉得其实很不尊重别人。对，就是有头没尾的感觉。对，我觉得超不尊重别人。但是我觉得花1周的时间就消化掉这件事情，可是你还是从影片上看得出来他们没有消化掉。对，哭那么惨。那时候是没有消化。对，要把它公开出来这件事情。那时候的确是没有消化掉，可是现在消化就7-8，那差不多了吧？但那时候我看你哭也是哭蛮惨的因为我是恋爱脑，所以我就很容易。对，我是他跟着哭，我想说怎样？突然在我还发便利贴，突然在便利贴上写一句，好像是我把他弄哭了，还是怎么样？他写什么？你写什么？被吴军搞哭了，是吗？我好像讲这样类似的话，对，这个好危险的一句话，是哪一种搞？这句超级危险的，会觉得说我好像把他干翻在地上，让他狂哭。对啊，哇塞，就私底下吧。所以是你们认识的故事吗？这故事我们再说。你们还有没有一个交代？没有前因后果。我们要对你交代吗？我等一下去爆料了。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你们有开那个无尾熊的那个频道嘛？对。那你们那个时候开这个频道的时候，你是跟 YouTube 是一起开始的吗？完全不是啊！这故事其实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还有其他地方交代过。其实这个算是我比较低潮时期的时候，我想说，找一个朋友，然后有办法抒发的对象。那时候我们2个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我找他呀疗伤啦。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们来做一个，反正我们2个那么多话可以聊，还是我们来做一个节目，然后来聊聊，然后顺便可以抒发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境，然后转移一下注意，让自己有其他工作可以做，不要全心全意只投入在比如说 YouTube 或是哪边。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算全职在 YouTube 上面。但你这样不会整个都被工作塞满吗？就是你 YouTube 以外，然后就是要被工作塞满了，才会忘记一些痛苦。对对对，的确，有时候要有事做，用工作麻痹自己。对啊，要有事做。但你们第一集听起来完全不像是在聊伤。对，第一集在聊月老，对啊，在求月老。因为我们刚开始当然想说，我是跟他聊很多，私底下聊很多，可是第一集我们就想说，当然不是会聊那么沉重的议题。的确，对啊，聊那么蛮无聊的干嘛？对啊。如果聊太沉重，这个节目就拜拜了。我自己其实也不会太想要在节目上分享那种很难过或者很不舒服的心境。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因为有时候真的会不想要把，因为有时候我像我自己啦，如果在聊太沉重的话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在把这个负面情绪带给观众，对，丢给别人。我相信他们开这个节目听，就是想要可能获取一些抒发压力或者是他们的快乐。对，那如果我们开了这个节目，就给他们的是沉重，那我们就不要。对啊，我们就去拜拜就好了。那你们节目名称是怎么来的？节目名称我们这个还没公布，那我也不在这边讲。好，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自己私底下想讲，我们想要在第100集的时候，可能大家交代一下啊，快第100集了。现在97好，那大家100集的时候就不用点开了哦，有可能对，有可能在2-3个礼拜。没有，大家现在都可以先去听之前的集数。对啊，补一下哦。然后到第99集的时候，100集我们就跳101集就可以了。对啊，就不要有人听，他到时候就会来我们这边讲。再来一次，可恶，居然被你们抓到这个流量。对，没错，因为我们是找 AI 想节目名称的，然后真的哦，我们就想了，你有注意到我们的节目名称没有？我们叫只是偏白目，只是，然后就你们俩的名字啊，只是那个就我自称的字，我知道。然后拜拜，对。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1到10分给几分？如果超过8分，你试试看啊。可是我觉得 Podcast 他根本不会太在意名称，在意名称，他根本不在意你名称，他在意你内容啊。你觉得好笑有趣，他就订阅，或者是你真的很有知识性。可是应该也有人问过你们吧？有，可是我们都会讲说没有，我们就随便想了。可是我们是真的也是没有太认真在想。OK， 那时候只是好玩而已。刚开始做一定做好，我们一定想说能坚持多久。像刚开始我的搭档佑伦，他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他想说这个人，他很常跟我讲一件事情说，他这个人就是要有人拉着。他那时候想说，我一定是一个坚持不下去的人。结果发觉我们现在做已经做2年。对啊，2年到现在蛮厉害。你们会有就是找不到主题的时候吗？不会。就完全不会，只有聊的比较无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问 AI 要做什么。我们真的很常在那个礼拜就会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对啊，然后都不知道你们会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吗？我们通常的工作流都会是那一天，可能那一天，比如我们周一要录音，然后周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今天要录什么？然后我们就可能丢了几个主题，可能那个主题都很大范围，譬如讲说，可能翠上看到一篇新闻就丢上去，然后就说好，这可不可以聊？可以聊，那就晚上就聊，大部分就这样而已。我们也不会做太多内容的研究或什么。当然，有时候有些东西会查，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是林宅血案，对林宅血案，那我们就会讲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的时候就会查。你们还会讲到这种社会议题？他们有讲到，可是这件事，我们其实不太想让别人定调说我们一定要讲什么，不要讲什么。真的不然很无聊都很无聊。就是你也猜不到下一集要讲什么。对。那你现在自己有在听什么 podcast 吗？我听超多，我几乎每天都狂听。我自己听的是台通，直男3个直男聊的，然后股癌，就都比较大呱吉，都是比较前端的，我们这些后端的都，所以只是偏白目就没有这样，只是偏白目有听了一些，Reels 的 Reels 对 Reels 有，有开 podcast 听过吗 ？podcast 好像真的没有。好，谢谢。等一下，你有听人家的无尾熊吗？没有啊，那也是彼此对吧？彼此。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节目。我想说，哇，那你是很认真在听他们的节目？没有啊，就是想要攻击一下，才艺捧一。没有，我们就是想要送来宾离开了。没有。那你觉得在录音上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困难？你们有遇到什么就是有让你们想要结束这一个？完全没有。到现在完全没有，所以你没想过要就是干脆把 Podcast 这个节目放弃掉？没有，我们2个越录越开心真的而且越录越多话。但你们我们讲现实一点，就是有受到厂商的植入？有，目前是应该说有厂商会想要给你东西，然后叫你宣传，可是他要实际上要给你金额是超少因为只有口播这样。对，几乎都口播，不是什么前端的哈。Podcast 更惨 ，Podcast 大概只有前面1%赚得到钱的。对啊，好像是而且
都是在集中在最前面的那一些，因为通常我那时候我跟他讲过啊，就是说我们之前所有，你看我录100集嘛，每集你想想看都要录大概1个多小时，然后剪辑起来大概40-50分钟。对，它有点类似中间有个广告，一个拖播机制，然后让你去可以办法投广，所以那个中间插入的广告其实都不是我们插的，有点类似我们的媒合平台，对媒合平台，或者是说像是用听的 YouTube 的感觉。中间会插广告，他们自动去插广告。对，那个广告的钱是少到一个极致。我们做这样所有加起来0.01块，对，差不多这么少。它好像1000点阅才35块啊，是哦，超级少。那你们这样1个月的话，广告费收益大概是多少？来，我跟你讲，我们2年总共不包含会员赞助，大概600块台币。哇，那会员赞助呢？600万。会员没有，会员有一个人捐了一笔1000块，然后跟一笔300块，然后就没了。我想说，所以就基本上说，我刚刚想说他拽到好像会员捐了一笔1000万，我想说对，完全，所以 Podcast 超难赚钱啊，超级难赚钱。那 YouTube 呢 ？YouTube 会员就比较多，因为 YouTube 的机制是每个月订阅就会有一个订阅费，所以它进入。他就扣掉他的平台费，对，平台费大概30%，就其他都是入自己的账款，就会差很多。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们3个人都开了一个这个 YouTube 节目嘛，就是共同开了这个节目。对，那这个节目主要的经营者是谁？现在的话会是我为主啊，现在是你为主。之前是我其实我们3个都是经营者，只是主要剪辑的部分，之前的话是我，然后跟雨辰比较多。雨辰是声音跟字幕，主要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前面所有的初剪跟片段，对片段说那个安排这样子，还有拍摄的部分也是我为主。对，可是现在就变成说全部都我这种，然后奏雪就是给演出会比较多，因为奏雪他现在主要本业还是保险业嘛，所以他保险业着力会多一点。所以你现在也没有其他本职工作？对，几乎都是做 YouTube 为主，是可以生活的。是可以，哇，很厉害。那你们怎么去讲说，比如说这一集是要放到公开，还是放到会员？随自己心境啊，就比较私密的东西，我就想要丢会员，或者说只想要跟会员讲的一些心里话。你们会员机制是一开始就建立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也是花一点时间，可能刚开始觉得能开会员的时候。才想说慢慢要放什么内容，可能就会揭露一些我们自己比较私底下的事啊，或是更生活的片段吧，就没有什么脚本的那种片段。有时候会讲一些会员想问的问题，回答一些有没有一些什么会员信箱，会回答会员想要的问题。对啊，不像我们开了都没有人要问。刚开始一定是这样子，然后你越做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会有人想问真的对，然后你回答如果大家觉得有趣，可能之后对来不及啊，到那时候我就不想回答了。可是你要知道你擅长是什么啊，因为你突然问那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方向，你可以给他一个方向说，可能你擅长的是，我比较想听八卦，可能他八卦类，他的就是可能被出轨啊，或者八卦，可是要什么八卦？是爱情上的八卦，还是工作职场上的八卦？都要，只要八卦好听就好。可是你听完之后，你要给他们 comment 就是你要给他回应但他要先问一个问题，他如果单纯跟我分享，我觉得看得很开心。如果他后面有一个结论的问题，那可能就可以给他一些对，就是给他一些回答这样子。那如果他问的问题很烂的话，那就是直接骂。你这样谁敢投啊？投哦，不会啊，有些人喜欢被骂，不一定。对啊，确实，台湾那么多 OK， 这个哇，他代表所有台湾人发言的，我吓到，我是不敢说是那么多。以上指称都是以上言论都是指称说的，关我什么事？我是无辜的。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们是远端录音，那你们一开始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模式吗？对，从刚开始就远端到现在。你们一直都没有实体过吗？我记得你们实体有好几次啊，可是不会把它当做主流，不是主流，主力，就是不会，可能20集里面可能1-2集吧，顶多。因为我看你们前阵子说你们要实体录影的时候，我还特别去翻了你们的 YouTube，你们一集讲说你们其实有 YouTube 频道，然后我就有去查，结果你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录过影像。有，上面其实有影像，可是它都是封面上看起来不是影像，我被封面骗了。对，有些是影像，因为我们长影片有时候会丢一些影像，然后有些还蛮长的，就是。真的是2个人一直在讲话，对啊，然后就会是真的就是录你们2个人，对，那我被封面骗了，因为你们封面都是那个无尾熊的 logo， 或者是我们之后要改形式，就是不要只放那个的封面，对，可能会好一点点，大家可能会有兴趣，就会意识到，这个是影像版这样，对我觉得这个有差。但像吴军他自己有3人日常之外，又有个人频道。
跟 podcast。个人频道是正要开始发，对啊，正要开始拍而已啦。你要多忙？对啊，你真的塞了很多东西。对啊，你要多忙？这就是失恋的时候把自己的行程排满，才有办法转移注意力。要排多满？其实大家都有个印象是觉得我做可能自媒体是一个超级容易赚钱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超累。完全没有，就是你会想象说你的生活跟工作是分不开的，而且通常是像昼学还有本业的时候，那其实那很痛苦。等于说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想办法塞入那些要拍摄的东西，然后想要一起做的事情，然后还要在画面中觉得不要吵架，然后不要怎样，有一个和谐的画面给大家，其实那是困难的，那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贩卖自己的隐私给大家，对啊，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那自己当然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了。但你们之前不是就很常会收到一些可能民宿或者是一些饭店的邀约吗？偶尔而已，也没有到很长。其实我们主要的收入不会是业配，都主要是来自于会员。哦，真的对，因为我们争议性太高了，所以大部分他们其实不太会想找我们，除非是一些性别相关的议题，他们才会想找。不然的话，通常想要来找我们都不会是比较大，就不会是的品牌，OK， 大品牌，总不可能 Chanel 来找一个3个人吧？这太有争议性，也不可能。也不错啊，只是成本有点高，一次要发3个人的没有，他会给你1个，然后除以3，成本好大哦。怎么拍？因为像你们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有脆了吧？还是还没？我们还没，那时候还没有，但有迪卡，有迪卡。然后现在的话，现在分手有脆了吗？有对。那你自己有看到一些什么留言吗？你会去看？你会在脆找？其实我一定会被推播到哦，真的啊！只要出现关键字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有3人的频道，不是3人的账号也有脆嘛，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点进去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觉得可能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他就推播给你。他现在演算法其实蛮厉害的，所以其实你也没什么兴趣，毕竟就是本人。对啊，就是你很难避开，所以一定会看到下面的留言跟。可是那你自己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讨论，或是可能他们的留言，你会特地去点吗？比如他推播给你，你会而且我蛮贱的，有时候会看。而且我通常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海巡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我哔哩哔哩被偷走的影片我也去看。哔哩哔哩对，就是对他们被偷到中国的影片也看，转运对。然后另外一部分是D卡有时候看，脆上也有时候也看。我还蛮好奇在哔哩哔哩那边的风气是怎样的。通常都骂，可是也有夸的有哦。我觉得这完全是看平台，然后还有像譬如说 Meta 的所有的系列，他们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控制舆论，所以让舆论发酵越大越好，所以他其实会推播给一些可能会骂你的族群。所以像 FB 跟脆上，他就是要你吵架，所以他就一定会推播给那些可能不想看的族群。就是你吵越多，他越开心。然后哔哩哔哩的话是中国就比较保守一点点，所以他们上面一定是会骂的很多，可是鼓励的也有。可是像 YouTube 上面就一片祥和，几乎就骂的就很少。因为 YouTube 的推播模式是他会推想要看的人，没错，他基本上他就是很分众，所以大家想要看什么内容，你才会点进去嘛。他不会就是你超级不想看3个人，然后疯狂点3个人，然后推给你这样。所以这是真的会有差异啦。那你自己有看到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讨论吗？对，或是留言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很深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在探讨一个不同的伴侣关系，就是有些人会说是多重伴侣关系，不管是1对1、1对多，或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这个都可以包含这个里面。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相关的讨论，可能有些人会讨论到的点是说，这可能跟开放式关系有没有关系，或是跟什么关系？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其实不是要探讨开放式关系，而是多重伴侣关系的时候是要怎么去相处。他说，我们做了一个可能比较好的示范，或者说有一个也不太好的示范，因为毕竟分手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拿上台面上来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可能是大家不敢讨论的东西，但你们愿意公开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觉得带给这个社会一点点价值的地方吧，就是不要害怕大家对你的眼光是怎么样，其实还是有很多爱你的人，虽然骂的也会有，可是还是有很多真的关心你的朋友。像比如说一分手，马上朋友就会来关心你说，你还好吗，或什么的。那当然，那可能是对有些人来讲是另外的压力啦。可是你会知道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鼓励你，你应该多看那些爱你的人，而不是恨你的人。没错，没错。那你呢？你自己有什么？我吗？现在是要把上一半的事情拿出来讲是吗？我蛮想讲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开我们频道的留言的时候，我自己很想回这个留言。你会难过吗？
是因为他在频道上面讲我觉得难过比较还好，但我比较大的是愤怒。哦，你想骂他是不是？我非常想骂他，也不用骂人家。可是我很谢谢他对我的肯定，但是毕竟我们就是两个人共同创立这个频道跟这个节目，那一定两个人都会有自己在努力的地方。他如果只是看这个短短时间的一个影片，然后就可以有这么大的结论，我就会觉得他有可能是看完我们每一个影片之后留下那个留言啊。可是你知道有两种恨你的人，有一种恨你的人是他就是没头没尾，他就是只看了头跟尾，他就想要骂你。可是有一种恨你是把你每部影片都看完之后，然后再认真骂你。他们是忠实粉丝，对，可是他们其实是忠实粉丝。对，那我也是谢谢他。我以前其实我会小时候会比较在意那些留言，可是后来又发觉其实在意没有用，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就只选择不教育。没错，你如果一直去在意那些人的留言，然后忽略了其他好的留言，那反而是更危险。没错，所以我就是，我回他，我非常同意。所以之后如果你们要做的话，你们可以做，比如说有人在你们的，比如 Spotify 或者是说那个 Apple Podcast 下面有留言的话，你只念5星的，他给你1星都不要念。对，什么1星2星都不要念，只念好的，就是就再见。对，想要问你问题，想要回你什么，你就是5星留言好评，没错，不然的话不用回答。好啦，反正没错，他这个留言就是说。还是要拿出来提，就是因为他的留言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左边都是做子晨嘛，那他的留言就是说，他觉得子晨偏无聊，然后主 key 完全是我，然后就是去做，反正就是做比较，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觉得，谢谢你啊，没有，反正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当下其实很想回他说，我们自己都有在努力的地方，没有什么应该谁要被比较，或是谁比较好，或谁比较烂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夸奖一个人不需要才艺捧一这件事情的模式，两个人都可以很棒。那如果你要骂，也可以两个都骂。对啊，也不用这样子，这个好像真的很难呢。不是因为我会觉得谁比较棒，谁比较不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感觉没错，那你就放在你内心里面就好。你看你还记得我那一天一直跟你说你很棒，你没有怎么样？没有，我其实那一天你有走心吗？你不会吧？他应该还好，围而已啦。对，因为他自己，因为如果我真的不在的话，我就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因为他是自己来密我说他被骂，然后还说哈什么东西？对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留言存在。哎呀，才一则就被骂，你要点我们下面，什么都全部都从头把我们干翻到尾。然后他就跟我，然后他说 YouTube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看，我说没有，你很棒，子晨你很棒。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在捷运上，我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情起伏，我就说 Oh my god， 我居然马上就被骂了。这个其实超常出现在我们的留言下面，为什么会出现是？而且他们3个人那么多人可以比，3个人，所以他超容易被拿来比较。比如说有些人就觉得说，好像他今天心情比较低落，还是说他不好，就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不适合跟你们2个生活在一起，或者说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影片中。他觉得谁跟谁可能比较配，谁跟谁可能一定有心结。就像我们就连分手之后，他就讲说，我从哪一支影片就看到感觉这2个人就比较好。这样是不是很像那种网络记者啊？你说就用自己的角度写新闻，对啊，有必要吗？所以还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啊。你怎么知道他在私底下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有这些演的人就很适合去当记者。也不行，我们还是要有。不好意思，我读大传说，我们新闻还是要有新闻底线的，好不好？我们要有新闻伦理，新闻伦理，对的，还是要有道德伦理要守住。好了，那我们去当自媒体啦，去当那些八卦婆。对，他们很适合去周刊。刚刚他说什么大家都知道，码掉我要逼掉，我剪辑师吗？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觉得被骂就是代表你人家有认真的看你在干嘛。对，有，对啊，虽然他从头到尾可能都看着左边的你。他可能看了40分钟之后，发觉哇，你太安静了吧？对啊，因为而且你今天也很安静，你又要被骂了。我也这么觉得，我刚刚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对啊，我很哀，他真的很哀。我跟你出去的时候，我其实也不怎么讲话吧？对啊，对，除了喝酒之后那个不算。对，喝酒前我其实也不怎么讲话。我记也蛮哀的，还是你以后录音都要先喝个2瓶啊？我现在去拿。
这样他会乱，没有，他不是，他这样会变乱讲话，不是不讲话。他什么都讲，变什么都讲。OK， 吓死我！你以为你在讲什么？我没有，我说你有点乱讲话。乱讲话。OK。那其实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也有想要问你是怎么去做一些心理上面的调试，但你看起来是完全不太在乎也没有，这些其实夜深人静还是会觉得难过啦，比如听到一些歌啊，或是 emo 的时候，对，所以嘛就我蛮容易 emo 的听歌啊，所以就不要再对，不能半夜听歌。对啊，半夜听歌很危险呢。但他们看演唱会也在哭啊，看谁演唱会就是掉几滴泪。孙燕姿。可能你们这个时代不懂。昨天看几天的吗？是昨天，然后他就在便利贴发说，还是掉了几滴泪，这样就没有某几首歌啦，就是有点感触。不好意思，你们现在哭是都要发便利贴是不是？我们两个互相通知一下。可是我没有因你而哭，这样不用把你搞到哭，这样子的话比较。你比较夸张，被吴军搞哭了。对啊，真的，因为我在你们那个影片看到很像。因为你恋爱脑，我懂。对啊，我们两个都是，但我不知道我们程度差不。我觉得差不多吧，就是没药医吧。可是你不是，可是你又没有参与到他们的感情，你哭没有？因为我在他自己会有共感，就是会有投射。因为我在他们的影片里面看到的就是曾经的自己这样。最近也是刚情商结束，我知道。然后就是又跟他讨拍拍，是哪种？真的拍背那种。OK， 没有。然后因为就是有看到很像是，因为雨辰在那一部影片里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理性这样。然后对他好理性，没有他是提出者啊，提出者其实他就一定是想过了，就是他提出来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事发非常突然，因为其实在他们说分手之前一个礼拜我们才刚见面嘛。对，因为3个吗？我跟他，我们两个才刚见面，然后那时候有聊到嘛，对，就是才刚说你，我觉得是每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受不太一样。他有可能他就是觉得这一题他就想放弃沟通，对，或许是他可能自己在内心也想很久了。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提出这个也是需要勇气的。对，这我其实我蛮佩服的。而且毕竟他们除了这段关系之外，还是有工作在一起在这上面的，所以更麻烦。对，所以他不只是提分手，他还是提离职，同时离职与分手，他也是可以回来，就是回来公司一下。我会把他码掉。变音换人换脸，你们会不会真的到时候就是变得每次都找不同的人来开3人日常？你要当第一个来宾吗？你有先问过周学的同意吗？那你们上的频道是在 YouTube 还是 OnlyFans？ 这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开自己的频道？你想找谁就找谁。第一个来，你上我频道吧。因为我之前就有问你，就是你那个频道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内容，然后你说你想要做一些跟你专业有关系的东西。对我自己专业，因为我自己专业背景是艺术相关的，所以我就是可能想要做一些艺术相关的吧。那你找我上你的节目要艺术？没有陶土艺术，没有也可以做其他的艺术吧。然后那个人体绘画、彩绘，这个也是子晨的专业。我觉得可以拍一些有趣的，我觉得只是。大致设想没有你自己还给我推，气死！屁到魏兄，应该说那个频道，其实我从来没有设限说自己要做什么，而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随便自己可能对艺术有兴趣的时候就拍艺术相关，自己可能想要找朋友的时候就找朋友来，就是好玩的时候就好。就可以找朋友来，这样就是很随意的，对，很随意。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想要把它当成是说，我们现在还要把它绑在一个超级认真的工作上面，然后一定要干嘛，然后不一定要干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更累。那个就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是我放松，然后可以偷偷拍自己想拍东西。而且有时候认真做没人看啊，随便做一个100万赞，对，什么意思啊？这一首歌吧，之前对，这是一首歌，很多时候是这样对啊，认真说没人看，就有些我们觉得会红的东西都没有红。你们这些观众啊，可不可以有点欣赏？太狂骂，也不用一直骂人，怎样都要骂人，这样才好玩，捉摸不定，突然就生气。对啊，你干嘛？情绪好难控制。然后你那个频道的名称也是取得蛮那个，叫恋爱脑吴军，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本质。我其实所有的决定不管是做 podcast， 不管开 YouTube， 不管是自己想要经营 IG 或拍短影片什么的，我全部都是以恋爱为主，为推动的原动力啦。可是这也是大家比较爱看的东西啊。不一定啊，有些人就是对恋爱就超没兴趣，有些人就是想要看，比如说。一个老板然后要干嘛创业过程，有些人喜欢这种。不好意思，我还是看恋爱的。谁要看老板啊？对，是要看老板，然后管或者是生活风格很强的人。我学他，我也不会有钱啊。
也不好说。我突然想到，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很好笑，我就陪他去成品买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买一本书，什么致富之道还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投资理财书之类。他就说，我说你干嘛买这个？他说我朋友说看这本书就会变得很有钱，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我想说，可是他投资要先有一笔本金哎。他说没关系，他说看了就有钱。我想说谢谢。他是被钱砸到是不是？天上飞来一笔钱是不是？所以他真的去买了吗？他买了。我就看他多久有钱。好，我们就等着看。等他有钱就要养我。安静啊！没有，不是，接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接。就你，好，算了。什么意思？没有，我刚刚是想说，没有，因为他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不是叫那个恋爱脑吴君，对啊，我觉得你可以叫恋爱脑志成。你说我在，然后我们两个 fit， 对啊，你们很适合你是怎么样恋爱脑？我听听看，我看你的比较严重还有比较严重，可能比如说怎样的就是你是不是会很容易放不下一个人？我们上一集 podcast 在录恋爱脑真的因为我没听了，我真的没听啊，对不起。他是中度恋爱脑，然后对我们有我是印度恋爱脑，更高级没有？我以为是那个印度。是那个印度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吗？低度、中度跟印度啊。对啊，轻度、中度、印度啊，重度印度啊，印度，到现在才 get 得到吗？你会不会太慢了？什么？好了，快点了，太慢了吧？你讲恋爱脑，我怎么样恋爱脑？就是对你说很不容易放下一个人。我也是3个月的感情我就放不下，而且我们甚至没有在一起。我其实好像也是，因为我是很容易放感，不是说很容易对人放感情，而是对这个人放感情之后，我就很容易陷进去深的人。然后我自己又就像譬如说你说工作都是用爱为推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原动力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会很消极。像我前阵就蛮消极，我想说好废，好想在家里废的不想做任何事情。可是后来想想说不行，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然后就找朋友啊，然后找事情做，喝酒啊，对啊，喝酒或者找事情做，咖啡厅，对，就找事情做啊，转移注意力很重要。是去咖啡厅还是酒吧？他去咖啡厅都有啊，因为他们分手了，然后可是他们分手了，他们的片还是要出，所以他就要不能在家里剪，因为他会对受情绪影响。我不会睡觉。是吗？我会想睡觉。你说分手了再剪片会想睡觉？我在家就想睡觉。没有，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被情绪影响，所以他跑去咖啡厅去剪片，这样他才这样有把那个片看完了。你说他很懂你吗？我很懂你吗？还是他蛮懂我的？好啦，因为我们两个本质上是真的蛮相近的。我说以恋爱观来讲，应该算了。我们就是吃铁板烧，我们是一直在聊天呢。然后我就一直不停问他说：“你不觉得怎么样会比较好吗？”之类的，就一直在问感情相关的事情。都感情，我们讨论很多事情都是感情相关的，我们不太会讨论工作相关，因为以后没什么相关的。对啊，而且那时候会跟他谈，就是因为我还在那个恋爱脑的情境里面。从刚开始，然后你跟我讲完之后，然后对啊，你从始到终都因为可能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对，不然你就会被我拉出去喝酒。对，好可怕哦！还好不认识。可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原动力，我觉得你就会变得超坚强。就像你把它拍成短影片，我觉得超赞。我把它拍成短影片吗？就是真的哭来哭去的啊，这个我觉得超 real， 超棒。那个其实是在更久之前的另外一个对象另外一个对象那没差，反正就是一样。我就把它，你知道我每一个都可以哭成这个样子，那很棒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不够爱自己。对，你有这样的，我也这么觉得。这是我觉得我未来的课题。我记得你们之前好像也有一部影片有提到，同样在讲，觉得其实我超常被他们两个讲说要多爱自己一点点。我自己的个性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很为他自己着想，可是我好像是比较容易先为别人着想，再为自己着想。那我自己经过这段经验之后，我发觉的确有些时间是你得留给自己，然后自己去思考说，可能你的未来啊，可能你要怎么做啊，或什么的，把一些空间留给自己吧。就不会是把伴侣都放在第一位。对，也不是说不把他们放在第一位，而是有些事情要降低比例啦，就是不要全部的心思就投入在另外一半身上，可能他们也会有压力，你自己也有压力。没错，那如果你自己听到大家叫你多爱自己一点，你会有什么想法？我会说，其实我有在做，只是你有什么具体上的？具体吗？好像很难讲。没有，谢谢。真的很难讲，因为对啦，因为有时候，因为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虚幻的词，对，就是很多人定义。
很难。可是大部分人我也很多朋友跟我讲，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身上是特别明显，就是没有爱自己。可是因为很多人会听到爱自己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对可能会跟朋友说哦我知道或者怎么样，可是他自己其实他在自己内心深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自己，或者说他要探索吧。对，就你会经过，其实所以我才讲说恋爱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你如果经过这一次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什么是地方你可能需要改，然后可能需要慢慢修正，可能这一点你们不合，那未来的话，你可能遇到对象的话，可能就是要避开这一点等等的。这是真的我像我自己好了，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全心全意投入在对象的关系上面，就可能对另一半或是对方啦，可能一个行为一个举动就会很影响自己，对，或者如果是分手还怎样的话，我可能会哭个好久，然后好像不知道被甩了第几次之后就好了，是不是？就算了，这是麻痹了吧？这是麻痹了。对，就想说那我就麻痹好像也不是好事，就好像就是没有，我觉得。那时候心境上的改变应该会比较偏向说，反正就是过好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活得很精彩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想要离开你。那如果他想离开你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哦，我自己现在其实已经很精彩，有没有你我都没差。对，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就会比较偏向是你的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你去迎合别人，然后去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模式。对，那因为你去迎合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反正你会迎合他，他怎样你都 OK。反正多被甩几次啦，就会。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被甩不够多次。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突然的心境上的改变，超级突然呢。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转变这个心境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可能1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哦，很快。就是我可能突然从会迎合别人的人变成一个我只在乎我自己的人。的这个转变，我觉得是1个月内发生，而且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我甚至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心境，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要变成这样，然后就变成这样之后，发现这样其实蛮好的，而且在乎的事情好像就可以不用这么多，对，就是可以不用这么折磨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蛮幸福的。对，所以久而久之好像就习惯了这个模式。哇，那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你不用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我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本质上，我会说是原厂设定。因为为什么我一直讲说我自己恋爱脑，是我发觉我完全是原厂设定，就是我没有办法脱离恋爱这件事情，就是我恋爱的那个排的次序是最高的，超越友情，超越亲情，超越什么，就是几乎是拉到最高。对，这真的是印度。所以我自己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你自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强力改变说，就是去接受它。对，就不是强力改变说我之后就狂爱自己，为什么不是？是找到一个能接受你这样性格的人，比较重要。就譬如说我硬要贴一个是他就是超爱他自己，他需要他自己个人独立空间，然后都不想要跟你在一起，可能1个月见过1次面的人，对啊，那种人那就是超不适合你，就拜拜啊。如果我们迎头又去撞那颗石头，那不是更很惨吗？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硬要改变自己反而可能会更累了。应该说改变别人价值观真的太难，那你还不如找一个跟你价值观比较契合的人。没错。所以就是你觉得就是你会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他今天也是跟我们一样是恋爱脑的话，你也会跟大家就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跟你讲，顺其自然就好，而且自然而然会有人去给你带来考验，然后矫正你。可是如果当你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记得寻求一些外界的帮忙，不管是朋友或者是医疗协助也可以，就比如心理咨商啊，这些都是一个管道。你有咨商过吗？我咨商过啊，我咨商过1年多。因为就恋爱脑吗？对，因为恋爱脑，因为真的假的？因为之前就反正也是我在那个做 podcast 那段时间，然后我想说要去咨商一下，不然有些事情真的是心里会很难过，我就一直咨商，然后咨商1年多之后才比较好。是在3人日常那个时候，对，然后就是有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时候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其实蛮多困难的吧，是自己心里要很大的调试，有些事情就不要讲太明白，不然我怕得罪人。可是 OK， 可是就是自己心里要做一些调试啊，就跟你的有些东西跟你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要调试就会很痛苦。
就这样。不讲在爱情上面，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人生主轨是以你自己为主？不会，还是以恋爱对象为主？以前还是以前可能会真的比较以恋爱为主，可是最近我觉得我们拉回蛮多自己身上因为我自己去做蛮多自己的事情的话，就蛮多事情都蛮多时间都花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觉得你会比较困难，是因为你很多东西都跟其他人绑一起。对啊，对，然后其实我也要当个协调的角色，所以觉得很复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就轻松很多。没错。对啊。那你自己想就好。最低潮的时候你会干嘛？你会用做什么事情去调节？听歌、看剧，然后记得我觉得要出去还是多跟朋友交流，我还是比较喜欢跟朋友交流，然后聊天。哪一种交流？你所谓哪一种交流？哪一种？我是说你们真的受够了。我是说就是哪一种？你那一种吗？没有了，不是，就是真的是跟他聊聊，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真的能理解你心里想要说的事情。就像我说的，諮商其实也是找一个人诉说，然后我开 podcast 节目也是找一个人有对象去诉说。就像我们两个在 podcast 的前后，可能没有录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聊一下近况生活然后自己内心的一些看法跟感受，不一定是对爱情啦，可能对自己价值观或生命中一些小事情的看法，这样。你们录音频率是大概1周1次？1周1次，跟我们差不多。甚至2集，一次录1集哦。有时候1集，有时候2集，然后状态好可以3集。哦，很厉害，我们好像还没有一次录到3集。就大部分都2集。对，就通常会有一个人呈现放空的状态，不是我就是你。对啊，通常很容易这样子啊，就会好累哦。就像我之前听台通，他们讲说他们录了可能8个小时，只剪出45分钟。这么久。对，所以有些真的很好笑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阐述的。对，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没有那么简单。对，祝福你们在创作之路上都能越来越顺遂，谢谢成为 Podcast，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也成为了啦，现在也算，对，你们也算，对，反正谢谢你的祝福。YouTuber， 那我们重点是要坚持，坚持超难。没错，反正谢谢你，我到现在还这么没有默契，不行两个人要赶快培养一些默契。什么默契？就是聊天的默契啊，比如说谁接啊，他会一直把那个 SOP 都是他在顾啊。他会一直说啦，你讲太多了，我们现在就是要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就是会一直出去这样，就是蛮失控的。对，没关系。但是我讲的东西又很无聊啊。还在意，还在意，让我们再骂嘛，我们不要打开来骂。好，那这一集到这边结束，我帮你们结论。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集的节目的话，可以去听听我们的。我以为你会做一个什么？你说我要讲一些话是吗？对，你要不要讲？我以为你会说什么，就是可能反正好。就是例如就是大家就说顺其自然啊，不要有给自己太大压力之类的。我以为你会讲这种就是一个结论。你说当蔡康永是？不是，我以为你会就是会有一个结论，随便。好，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就是邀请到吴君，然后呢来参与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那也告诉大家，就是在恋爱脑上面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是顺其自然，然后有必要的话呢，就是去外面找一些帮忙这样子，然后多跟朋友互动，没错。然后也很开心吴君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对啊，分享蛮多 details。没错，而且我们刚刚还临时问他要不要一起录下一集。对，所以下一集会是吴君 again， 所以下一集又是3人日常，还有我好好用。今天是3人日常吗？很感谢你愿意上我们的节目，这样子来当我们的这一个节目的第一个来宾。没错，那么早就开始找来宾，好厉害。那我们下一个的话，应该找许光汉吧？许愿这样子，这样我们会被比较。没有，就会看我就一直这样，嗨。你说都没有人讲话这样，对，就一直看着许光汉吗？就一直看，而且我会说我要做总监的。你这样就可以无意间靠在许光汉身上，就不小心他许光汉大腿好啊，好诶。OK， 许光汉有想听吗？好了，反正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对，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哟。然后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去收听我们的屁啦无尾熊的 podcast 节目，是由吴君跟佑伦所主持的 podcast 节目，记得去收听第100集。好啦，反正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我是白白，我是志成，我是吴君，拜拜，拜拜，下周见，撒由那拉。